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上期跟大家分享了我在北美提特斯拉的全過程，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會對特斯拉的購車體驗評價這麼高。其實原因很簡單，不是因為特斯拉的車有多完美，也不是因為它完全沒有缺點，而是因為這些年買車買下來，我真的越來越討厭傳統車行的銷售模式。前後接觸過不同品牌的銷售和車行，而我最大感受就是，買車本身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，但很多時候卻被弄得特別的複雜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買一台現車，車就在店裡，顏色對，配置對，價格也談好了，我已經明確表示我要買了。結果從下午一直做到晚上，銷售不斷告訴我還要等財務審批，還要等經理簽字，還要等系統處理。問題是我是全款買車，沒有 lease， 沒有 finance， 我一直沒明白到底什麼東西需要審批這麼久。最離譜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等什麼，沒有人會告訴你需要多久。每次去問銷售，他們都會說快了，再等5分鐘。財務正在處理，經理馬上回來。結果一個5分鐘變成半小時，半小時又變成1個小時。我們帶着孩子坐在展廳裡，晚飯也沒吃，孩子也開始無聊，大人開始疲憊，腦子開始放空。到後來我忍不住想，他們是不是故意讓客戶疲勞一點？因為人在疲勞的時候，判斷能力真的會下降。你已經在那裡坐了幾個小時，肚子餓了，手機快沒電了，孩子開始鬧了。這個時候，如果有人把合同遞到你面前，很多人可能真的不會再逐條檢查。後來我發現，這好像已經變成很多傳統車行默認的銷售方式，不停地消耗你的時間，不停地讓你等待，等到最後你已經不想再耗下去了。這個時候，成交就變成了一種解脫。你簽字不是因為你特別滿意，而是因為你終於可以回家了。後來我們提出第2天再來，他們馬上告訴我，如果明天再來，這台車可能就賣掉了。於是我們只能繼續等。等到很晚，終於開始簽字的時候，我發現合同裡又多出各種各樣的項目。保護膜、地墊、額外服務、各種收費的項目。如果當時我已經很累了，或者沒有仔細看，很有可能就直接簽下去了。那簽完之後，想再修改，往往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還有一個我特別不能理解的事情，就是很多車行在你付款之後，反而開始變慢。買車之前，他們恨不得1分鐘給你打3個電話，付款之後，就突然開始告訴你，車還在準備，車還在清潔，車還在做交車檢查，今天提不了，明天來吧。於是客戶還得再專門跑一趟。我遇到過不止一次，這種感覺真的很奇怪，因為錢已經付了，合同已經簽了，按理說這個時候應該是客戶最重要的時候，但很多時候反而會有一種，反正你已經買了，那就等着吧。另外一種體驗讓我覺得特別不舒服，就是有些銷售面對女性客戶的時候，總會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。他們喜歡不停地解釋車輛的性能，喜歡丟出各種專業術語，喜歡告訴你什麼才是最適合你的。問題是，我是來買車的，不是來上課的。我問什麼，你回答什麼就好了。我需要的信息，我自己會判斷。不知道其他女生有沒有這種感受，反正每次我自己去看車的時候，都能明顯的感覺到對方有一種預設的立場，會認為你懂得比較少。他們不會直接說出來，但從說話的方式就能感覺到。很多問題我其實是在確認信息，但對方會用一種解釋嘗試的語氣來回答。對方很多時候會默認女生不懂車，只要把術語講得足夠複雜，就能把客戶說服。還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反感，就是信息轟炸。很多車行
在你進門的第一分鐘，就想要拿到你的電話、郵箱和所有聯繫方式。只要留過信息，後面基本上就沒完沒了。電話、短信、郵件輪番出現，即使你表示說暫時不買，他們依然會不斷聯繫你。我甚至遇到過只是打電話詢問庫存，最後卻被持續騷擾很久的狀況。我特別不喜歡這種感覺，因為一旦把聯繫方式交出去，就像打開了某個開關。今天一個銷售聯繫你，明天一個經理聯繫你，後天一個銷售主管聯繫你，甚至幾年後你還能收到消息。試駕也是一樣，很多品牌的試駕路線都是提前規劃好的，銷售坐在副駕駛，全程10分鐘左右，紅綠燈轉2圈就結束了，你甚至來不及真正感受這台車，更不用說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、生活場景去體驗。而這些事情恰恰是我在特斯拉沒有遇到過的。有一點我特別喜歡，就是我認為很多人可能選擇特斯拉的原因之一吧，就是整個買車過程都非常的透明，從選配置、下訂單到車輛狀態更新，幾乎所有信息都可以直接在手機上看到。什麼時候匹配車輛，什麼時候安排交付，什麼時候可以提車，所有進度都清清楚楚。你不需要不停地打電話詢問，也不需要通過銷售去打聽信息。系統有什麼信息，你看到的就是什麼信息。這種透明感其實會讓人安心很多。那這就帶出了另一個我非常喜歡特斯拉的地方，就是沒有討價還價這件事情。價格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不會因為你談個價格就便宜一點，也不會因為你不懂行情就買的貴了一點，更不會發現同一天提車，別人拿到和你完全不同的價格的情況。很多人說買車最大的樂趣不就是砍價嗎？但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，因為砍價最大的前提就是你永遠不知道真實價格到底在哪裡。當你買完車之後，你不會真的輕鬆，只會開始懷疑，當時是不是還能再便宜點？我是不是買貴了？剛剛那個價格是不是還有空間？而這種感覺在特斯拉不會出現，因為價格就是公開的，所有人看到的價格都一樣，買就是買，不買就是不買，整個決定都掌握在自己手裡。我一直覺得買車本質應該像買手機或者買電腦，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可以有人提供專業意見，但最終決定權應該是消費者自己。銷售的角色應該是在你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，而不是不停的推薦、施壓，或者想辦法讓你立刻成交。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在特斯拉身上感受到最明顯的地方。你不會有一種今天進来了就必須買點什麼，也不會覺得如果今天不簽字就会錯過這個不得了的機會。你可以慢慢的看，慢慢的比較，慢慢的思考。如果今天決定不買，也完全沒有關係。這種把選擇權真正交還給消費者的感覺，我真的非常喜歡。沒有人追着我要聯繫方式，沒有人不停的推銷，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才是適合我的車，沒有人通過消耗我的時間來促成交易。我喜歡什麼，我自己決定；我不喜歡什麼，我也可以直接離開。後來我發現，我喜歡的其實不只是特斯拉，而是一種新型的消費關係。品牌負責把產品做好，消費者負責買或不買。雙方都保留自己的選擇權，沒有人需要說服誰，也沒有人需要戰勝誰。整個過程不是一場談判，而只是一次交易。我覺得這才是現代商業最舒服的狀態。以前買車的時候，我總有一種感覺，好像我和銷售坐在桌子的兩邊，大家都在隱藏一些信息，大家都在猜對方的底線。而每個人都在想辦法，想讓自己占一點優勢，整個過程更像一場博弈。
但消費者其實不應該需要學會博弈才能買車，我只是來買一輛車而已，不是來參加談判比賽的。而特斯拉給我的感覺就是，如果我喜歡我就買，如果我不喜歡我就離開，沒有人需要說服我，也沒有人需要向任何人解釋什麼。我終於覺得買車的這件事情就真的是按照我的節奏在進行，而不是按照銷售的節奏進行。這種感覺其實特別難得，也就是為什麼體驗過之後，我真的很難再回到傳統車行的模式。所以如果未來整個行業的銷售模式沒有太大的改變，我覺得我以後大概可能只會買特斯拉了。謝謝大家的觀看，如果你也有特別離譜或者特別難忘的買車經歷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我們下周再見，晚安。